不是说尽量不来单位的吗？怎么怕人议论？是走出来不方便。怎么了？一脸不高兴。你把这拿给你爸爸。不是说好了晚上过去吃饭你拿着吗？你现在给我算怎么回事啊？不去了。于高原，你什么意思啊？有话直说。你爸，王来明是吧？是啊，怎么了？军区司令。副的。有区别吗？对啊，有区别吗？他是饲养员还是司令员，对你来说会有什么不一样吗？我没有要故意瞒你的，没必要，也瞒不住。我就是想让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尽量单纯一点。如果我做的不好，我跟你道歉。还是有分别心呗。是有。我是害怕我自己，我胡思乱想啊。我怕你是因为那个副司令员才愿意接近我，假装喜欢我的。怎么我农村出身就非得高攀你们家？因为我的腿，我自卑、敏感、多疑，我高攀你了，行了吧？像你这样名牌大学毕业，各方面都很优秀的法官，你怎么会真的喜欢我？算了，你骄傲，我自卑，本来就是一个巧合，是我多想了。放开吧，有人看着呢。谁愿意看谁看着。好。疼啊！你打到我的头。我问你，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对。是不是因为我像你那个女同学？谁也不像。哦，我今年27了。之前谈过恋爱，挺失败的，我有很大的问题处理的不好，失去了很多朋友。那天我见你第一面，我说的所有的话都是真的，没有一句假话。我喜欢你不是因为别人，就是因为你。拿回去。嗯。不许吃的。这儿。哦。啊，对，我还有个后妈，比咱们大不了几岁。她是个事儿精，一会儿要是作妖的话，你别理她啊。你怎么总搞突然袭击呢？早说晚说不都一样？你是见我爸，又不是见他。走，你把东西给我，帮我把衣服整理整理，整。好着呢。有点紧张。走。背你？不用。背？不用。不用。快进来，快进来，都等着呢。回家啦，快里面坐，里面坐，东西接一下这。爸，于高远在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坐。坐，快。早听好好夸你，
他从小到大没怎么夸过人。小张，把拖鞋拿过来。不用换了，老爷子种完菜满脚泥还不到处踩。叔叔，这个是好好特意吩咐我的，我前段时间去了趟北京，给您特意带的点心。哎呦，这个东西啊要少吃，他血糖太高了。小张，来了，快！一表人才，能看上我家好好，那是他的福气。那也是你的福气和压力嘛。是。我们好好可不是一般的女孩子，要是降不住她，可有你苦头吃了。是不是老方？哎，你就吃点啊。好好啊，诗词书画，就这么小就擅长演讲比赛、数学比赛、语文比赛，那通通都是第一名，样样好，还是不是好好？就是这条腿啊，残疾，真是作孽，那是老天爷嫉妒他，老天爷不是个东西。叔叔，您少喝点，多吃一点。老方，什么叔叔的，将来还要叫爸爸的吗？人家说的对，你少喝一点。干什么？找不痛快啊？去把那点心给我拿来，那是我闺女给我买的，现在就要吃。好好这个病啊，是在幼儿园落下的。亲妈走得早，他这个苦是为我受的，我对不起他呀。您没对不起我，我命不好。嘴硬也随他骂。好就是刀子嘴豆腐心，给您买那点心，他特意嘱咐我一定要去东四总店买，列了一个单子，你喜欢吃什么全写下来了，差点因为这个把车给误了。小鱼啊，你家那小伙子我见多了，苦出身，心眼多，脑子灵，眼界高，野心勃勃的，非常现实。没关系，你这么快能把我女儿拿下，那不简单。你小子算个人才啊！但是啊，我不管你是什么目的，也不管你是不是真的爱我女儿，你小子给我记住，你就是装，也得装着对我女儿好，要不哪天老子非得收拾你。听见了吗？听见了，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对他好。吃点东西说。好。你是不是再也不想来我家了？就别说你，我也不想再回来了。爸还是很爱你，说我两句正常。他那不是爱我，他是想赶紧把我给打发出去，这样他就省事儿了。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习惯了。这个世界，谁离了谁不能活。我不拥有家，也不奢求有人爱。行了，别不高兴了，换个话题。明天我下班之后，你跟我走一趟。干嘛？去我那儿见见我爸妈。不必。怎么不必了？必。我不用你可怜我。谁可怜你了？我那是求你。求我什么？求你跟我结婚。你图啥？图啥？我想想，我图啥？我图高攀你，图巴结方司令员，图日后飞黄腾达。
满意了？定了啊！明天见我爸妈，周一领证。回来了，没睡了。心头才去死，啷个随他走？啥事情啊？亲眼看见你在滨江租的屋子，穿的衣服，才敢相信我儿真是长大了，当了官了。还不是官？弟弟妹妹在屋里头啷个样？还可以。等过2年条件好了，把你们都接过来住。你高考那年，我到祖坟烧了道纸，希望祖上先人保佑我们老余家出条路。啷个晓得，为儿大学毕业，又坟倒在当当头。想到你要在这儿把婚结了，怕是一辈子要钉死在这儿，心里头更气更气。饭要一口一口吃，路也要一步一步走。快点睡了，来睡觉。哎呀，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尊敬的人民陪审员，现在我受滨江市人民检察院的委派，代表滨江市人民检察院对王有喜、梁月敏等4人流氓团伙提起公诉，并对审判活动进行不光是对被害人的严重摧残，也是对国法和人伦道德的伤害和摧残。本公诉人特别要指出的是，本案被告人至今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没有认识，拒绝认罪。被告人的行为是在公然挑战我们这个社会的法律底线、道德的底线，必须严惩不贷。因此，公诉人强烈建议，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983年9月2日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中的第1条之规定，对本案的被告人在法定最高刑以上量刑。就应该严判他们。好，就应该严判。救人的时候讲什么了吗？好，注意法庭纪律，注意法庭纪律。本庭审理结束，本案将择日宣判。闭庭。师傅，你怎么了？这个案子量刑建议的时候咱俩聊过呀，你也没不同意啊。对，我是说过了，这个案子你承办，你做主。那你这怎么了？后悔了？你知不知道刚才那么说会煽动公众对被告人的仇恨？我那说的全是事实啊。哦，是吗？对啊。啊，你心里是那么觉得的？这么重大的案子，
全市乃至全省都在盯着咱呢，偏偏你们合议庭没有能达成一致，怎么搞的？我认为，公诉方起诉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凿，被告人钱兴良应依法判处死刑。夏英杰不同意。我认为本案存在重大疑点，甚至连死者的身份都无法完全确定，匆忙做出判决是不负责任。哦，目前死者身份的认定是基于血型和亲属的辨认，但这两者都没有唯一性。那不是也做了颅相重合的鉴定吗？是，但颅相重合的鉴定应该是4个部分64项指标完全重合才能认定为同一个人。如果有2个或2个以上无法重合，则不能认定。差多少？2项指标不能重合。你刚刚不是说要2个以上指标才不能认定吗？也包含2项，这不是100%。哪有案子是100%的？还有，被告人的口供有一个逐渐向事实靠拢的过程，我怀疑他是受到了诱导。你怀疑不等于就是啊。再说还有其他证据呢，那菜刀不也是证据吗？那也有存疑啊。在案件发生了10多天以后，这个凶器才被提取，上面居然还有于三花的血迹，这合理性上都有问题。还有没有要补充的？江院长，我想先做个自我检讨。检讨你着什么急啊？你俩先出去，我们讨论一下，啊。江院长，各位审委，我想补充，如果我们暂时放过一个凶手，将来还有补救的可能。但如果我们错杀了一个人，先别说情了，先出去吧，出去吧，啊。薇姐，对不起。行了行了，你别说了。也许我是对的，也许你是对的，现在都已经不重要。您觉得审委会怎么判？江院长的画风还不够明显吗？肯定是死刑啊！都说了你是白折腾，现在把我也搭进去了。那万一，我是说万一，死刑如果真的判错了怎么办啊？小夏，如果你是担心将来会担责任的话，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这个责任咱俩担定了，谁也跑不了。等等。你看，别山监狱的电话，你抽空给张良慧打个电话安慰安慰啊。你就算了，你现在有妇之夫不方便。哎，你啥时候办事啊？不办了，没人来，办什么？你看又来了，又开始小心眼儿，又开始受迫害妄想。这我们几个都不叫了呗？叫，到时候吃个饭就行。反正赶明儿我办事你们都得去啊。祝福不祝福的无所谓，礼钱必须到位啊。行，你跟谁办？我跟那谁，丁蕊啊。谁是丁蕊啊？没跟你们提过呀？丁仲祥，丁院长家的闺女。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虽然我人在北京，但是我的心呐都在南云，内心深处吧，我一直把自己当成南云人民的半个儿子。你真是什么都不耽误啊！被害人家属联系了吗？代理都签完了，挺顺利的，就是钱有点少，为了正义是吧？不是，怎么钱有少？挺有钱的吗？哎呀，一根筋，那老轴了，我费老劲才说明白。他要不一根筋的话，这事还真办不成了。好几个被害人都打算放弃了，我好说歹说劝回来的。
这个案子是他给你介绍的？啊？于高远啊，你作为审判员，你给被害人介绍律师，这合适吗？哎呀，那能不能代理，不也得看人家的意愿吗？那恰好人家愿意啊。那他给律师介绍业务也不合适啊。你本身你就在法院工作，你自己都不尊重法律，不尊重程序，你怎么让别人尊重？那怎么的？咱就坐着就干唠论道，等宋晓光自己从精神病院里边走出来。还是说我直接找院长，我说院长，您得舍得一身剐，宋晓光宋书记必须得拉下马，乌纱帽咱别要了。你别跟我说那些，咱们都学过，实体正义一定要依附于程序正义实现才有意义。你这么干的意义在哪儿啊？行，那我问你，正义迟到了，你觉得还算正义吗？等5年、10年、50年，宋晓光儿孙满堂寿终正寝的时候，临死的前一天说：“哎，你有罪，抓你，你能接受吗？”那我问你，正义迟到怎么就不算正义了呢？他是不是比没有到强？你可以说这个正义有瑕疵，但是你不能不承认它是正义啊！你别跟我扯这些哲学道理。在这个案子上，宋晓光站在被告席上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正义，这都办不到，说什么其他别的？哎，我问你，我吃你回扣了吗？你要吃了回扣。这行了，怎么吃着吃着又成辩论环节了呢？那好不容易聚一次，就别吵了呗。袁律知道你俩这么干吗？他不知道，但他忙的开始都不想接呢。真忠，我跟你说，你就是双重标准。我怎么双重标准了？都是流氓罪。王有喜的案子，你先判顶格不够，你给人加刑。到了宋晓光这怎么了？换副嘴脸了。普通老百姓好欺负，使劲掐；干部子弟有背景，就程序正义了。来，你说清楚，我换什么嘴脸了？你去问问夏银杰，钱新良的案子他也找的袁律，但是人家呢是救人一命，你呢是把人往死里整。我把人往死里整？我是检察官，我打击刑事犯罪，怎么了？这就是我责任。怎么的，戳你痛处了？这么着急？你要是觉得我们材料有问题，你就退卷；你要是觉得我的意见有问题，你可以不采纳。你别再说这话。不争啊！等过2天宣判出来了，你就知道了，好吧？哎，咱上次是不是也这包间啊？这包间有点犯冲啊！你以后咱就不来这屋了。你说咱们班啊，来滨江就你们仨，那关系咋处的这么好呢？啊，对了，那个夏元杰那个案子啊，袁律不一定能接。我觉得那个钱新良8成是死定了。哎，哪儿能买着那个解放鞋？他能买着？哪儿能买着解放鞋啊？回来了。啊，吃完饭了，怎么样啊？这是那个张丽慧在别山监狱的电话。老陆给过我了，你留着吧。我们见过了。嗯。啊，找我来就为了说这个啊？不是，有件事我想让你慎重的回答我一下。我是一个双重标准的人吗？怎么了？就是在宋晓光和王有喜的案子上，我的态度有因为他们的身份不同而不同吗？嗯，这2个案子不一样，不能这么比。而且，人难免会有双重标准，而且还都不自知。区别就是程度不同，和被戳破了会不会跳脚而已。我没跳脚吧？没有啊，你是我见过的少有的能诚实对待自己的人。谢谢啊。其实，每次在我特别自我怀疑和沮丧的时候，你都能1-2句话就把我救回来。我哪有那么大能量啊？再说了，你有那么多精神导师呢。
你父亲周老师不都是吗？那不一样，他们是教育我，你是真的能理解我，这很重要啊。其实吧，这么多年，我只有对你是从来不设防的。我知道。要不咱俩在一起吧？你打住啊！咱俩还是聊正事儿。你来找我肯定不会为了说这个，对吧？对。是你让老陆和袁律师去给钱新良辩护的？对。但是老陆觉得难度太大，不想做无用功，没答应。这件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我很可能不再是这个案子的审判员了，所以我认为我可以帮钱新良介绍律师。在这件事上，我站于高远。行，来。我是检察官，我打击刑事犯罪，这就是我责任。小陈，小陈，走吧。经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判决如下：被告人王有喜犯流氓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梁月敏犯流氓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不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死，我们错了，错了，我们错了，错了，我们错了，越罪越亏，我们是流氓，我们罪，法官不能死，我家里还有老人，我儿子才7岁，我不能死。那个法官，这样，我死，我太好了，我死。我一个人生，一个人死，让一个人活，还有孩子，有孩子。我说你在找什么呀？又不着急了，你不家里人发疾病吗？啥家里人呢？猪崽病了。你还走不走了？我还想赚你10块钱呢。等着吧。哎，大爷，那前2月是不是涨水了？对，涨的能有这么高，整个河面上能有60来米，现在也就30多米吧。刚才过来那个是下水村，你刚才那个趟水那个地方就是捞出死人的地方。哎，不是说还有块尸体在那个小树林里吗？那小树林在哪儿啊？走，那边。看见没有？对面呢。啊，那这咋过去啊？往前7、8里地啊，有座浮桥，你坐我这拖拉机也得开上一阵子。哎呀，那是就一座桥啊。到水浅的地方你能趟过去。那涨水的时候呢？那就看你水性怎么样了。水性好能游过去啊。不好。
你要不走，我先回了啊。啊，你记得啊，回去一定走浮桥，水性不行，千万别游泳，中间很深呐，净淹死的。行。服务员，给我来100瓶酸奶，100瓶。哎呀，你已经尽力了，生活还得继续呀。钱金良肯定会上诉，这个案子会进省高院2审。所以呢？你还是不接是吧？我真跟袁律说了，他忙不过来。他忙不过来，那你呢？你讲定实话吗？废话。这案子不可能翻案。为什么呀？你一开始就跑偏了。那死者是不是于三花，尸体是不是于三花，钱新良都不可能杀人。你为什么这么说呢？钱新良没有作案时间，他们不可能连这个都没发现吧？先给你们来5瓶，不够再说。哎，来我帮你。你下这样的判断没有依据。当然了，公安局确定的第一犯罪现场是离下水村3公里外的树林里，凶手在那杀人、分尸，一部分尸块留在原地，一部分扔河里了，还有一部分扔玉米地里了，对吧？嗯。但是案卷里没提及呀，那是直线距离啊，小树林在河对岸呢。虽然钱新良是出于记不清也罢，害怕也罢，找人串供，但是有多人证实，钱新良那几天6、7点就在村口打牌，一直打到10点多才回家。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没有作案时间啊。你去过案发现场吗？你少卖关子。你说，你知道分尸需要多长时间吗？一个有经验的屠夫肢解一头猪需要10多分钟，没经验的人呢？多长时间？我整了一条腿，我费老大劲了。你再想啊，那钱新良旁边还有个于三花呢，他想快，于三花能快吗？那干啥呀？那陪他竞走啊？那如果是搭拖拉机或者农用车呢？那不就是有目击证人了吗？那这案子多轰动啊！那怎么找这么长时间一个人都找不着啊？我退一步说啊，钱新良想要杀人，作案时间就需要更长。哎，干啥？这个足底局部角质增生形成的角质酸，俗称鸡眼。钱新良那几天呢，脚后跟就有一个鸡眼，那还感染了。你看我这是高仿，那钱新良的脚丫子这比我还完蛋呢。他能走多快啊？他能走多远呢？钱新良不可能具备作案时间。我想问一下，现在几点了？我这表停了。10点。怎么？转。你就算退卷也没有用，所以我为啥说他揣着明白装糊涂呢？知其不可而为之，那是袁律，不是我。但我要知其不可，我得明白为什么不可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只做飞速业务，我不愿做刑侦。喝，都你的，都你的来。滨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由滨江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姚波流氓团伙案再次开庭。带被告人。
审判长，原告方就本案关键事实，请求对被告人进行发问。允许提问。被告人，现在本辩护人就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进行询问。起诉书明确指控你长期用裸照控制被害人乔媛媛，并且强迫她跟团伙其他成员也发生性关系，还让她拿2万块钱赎买底片，情况是否属实？你对此有无异议？那裸照就是小光拍的，他玩腻了才把乔媛转给我。还有那2万块钱也是小光要的，我就没想明白，他能为这点事儿跳江？你还是人吗？畜生，都应该被你们枪毙了才对。请保持肃静，再次大声喧哗，就责令你退出法庭。审判长，我们在起诉书里没有看到叫宋晓光的人呢，但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不止一位被告人提到宋晓光，提到很多事情都是他主使的，而且这个流氓团伙也是他纠集的。那现在我们想问，宋晓光在哪里？为什么他没有出现在被告人的名单里？代理人，你们代理的是民事赔偿部分，你们就这一部分发问就可以了。那我们就是就这一部分发问啊。而且刚才您也听到了，那2万多块钱是宋晓光要的，他不到庭，我们的权利没有办法行使。你的问题，本庭已经记录在案，继续吧。被告人，起诉书指控你在1年多的时间里多次打砸云上夜总会，给我的当事人直接造成了10多万的经济损失。对此，你有什么话可说？带头的是宋晓光，我不敢不去。我要是不去，他就执行家法。家法？什么家法？轻的打一顿，重的落彩。你们看，这就是他执行的家法。审判长，按被告人的说法，给我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主要是宋晓光。那我们还是要问，宋晓光在哪里？作为这个团伙的组织者和发号施令者，为什么他没有出现在法庭上？请法庭回答我们的疑问。我们只审理起诉书上起诉的内容。反对。审理流氓团伙案，团伙组织者却不在场，这叫什么审判？难道法律只对一部分人起作用，对另外一部分人却束手无策吗？这样的审判如何服众，如何彰显公平？所以我们强烈要求宋晓光必须到案接受审判。侦查机关已经对宋晓光进行了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确认他患有精神分裂症，他现在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已经送到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份鉴定的真实性，并且要求更换鉴定机构，对宋晓光的精神状况重新鉴定，以便真伪，还法律以清白。在宋晓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宋晓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肃静！肃静！肃静！现在休庭。
现在继续开庭，经滨江市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决定将姚波流氓团伙案重要成员宋晓光缉拿归案，合并审理。带被告人。怎么才5年，师傅？咱们就按本案来说啊，他们呢确实是糟蹋了数余名女性，但这些女性的情况呢也各有不同，有些呢属于卖淫嫖娼，有些呢属于你情我愿，真正属于强奸的只有2起，而且这个宋晓光也都没有亲自参与。至于暴力行为、敲诈勒索，也没有出人命，只有轻伤。一个女青年被他们逼到自杀，师傅您这么说，想了大猪吧？根据咱们现在提供的材料来看，这事很难界定的。而且呀，这个宋晓光家已经积极的进行了赔偿，人女方家属也表示了谅解呀。乔家根本就不差钱，谈不上什么谅解，肯定是被逼的。这。我们现在能够把宋晓光从精神病医院给揪出来，让他站在被告席上，这已经是不小的胜利了。况且他爸现在正在接受纪委调查，你还想怎么样啊？我觉得宋晓光该判死刑。啊，我先上趟厕所啊。上厕所。那个叫袁一芳的律师，是你拆队来的吧？差不多行了。我们这些老同志在你身上能够看到我们当年的影子，大家都很欣赏你。你以后还得在滨江发展呀。您扯哪儿去了，师傅？你看之前王有喜的案子也是按流氓罪起诉的，人判的比咱重多。你这话里话外的意思，非得判他死刑啊？我没有要判他死刑，那5年是不是有点太……我从不评价别人判的案子，就算在我看来，那个案子判得太重。你知道吗？现在全院上下，包括江院长，替你担着多大的累呢？不要以为自己手里有点权利，想怎么使就怎么使。死刑啊，那是说判就能判的吗？师父给你句忠告，干咱们这行，无论是办案子还是做人，都要留点余地。下面呢，咱们合议庭统一一下意见。杨姐，您的意思是？我听你们的。小玉，同意。哎呀，挡不住啊！他都来好几次了，我都跟他说了。太哥，我这交涉呢？在这等着。
我那个我，哎，喂，你贵姓啊？我袁一方啊。哎，你怎么抢电话呢？你这么不讲礼貌呢？你，我是上诉人钱学良的辩护律师啊。喂，我是袁一方律师。哎呀，这暴脾气，跟谁都这样。一步都是实在不好意思，太麻烦了，太麻烦了。那回你。不好意思，二位久等了。哎，沈班长，哎，对了，我姓乔，其实我也算是您的学生。啊，那您教书那会儿，我有幸旁听过您的课。乔审班长，那恕我直言啊，这么大的死刑上诉案，为什么不开庭审？哎呀，两位先坐下来，你坐，我慢慢讲，慢慢讲。我站着听，我站着听，我站着听。情况是这样啊，这一来呢，最近案子积压的太多了，实在忙不过来。这二来呢，其实这个案子我们早就看过了，事实比较清楚，这证据也很确凿啊。还没开庭审呢，还没听到我们律师的意见就这么肯定？可是你们的辩护意见已经交上来了呀。之所以要开庭审理，就是要公开证据，经过质证来明辨是非，弄清事实啊，对吧？如果只看辩护意见的话，那一审是不是也不用开庭审了？袁老，我这么跟您说吧，这是集体的决定。这样，我把您的意见带回去，行吧？好，谢谢。那你不妨多带几句话。我们认为这个案件疑点很多，一审判决问题很大。如果二审不开庭审理的话，我们将向最高法申诉，并向社会公开。乔审班长，我们不光是为上诉人钱兴良说话，也是为法律说话。希望你们能够慎重考虑。哎呦，袁老，袁先生，我一定转达，并且积极争取开庭审理。好。大家看啊，上诉人所住的下水村到第一现场的距离不到3公里，但这中间有条河呀。上诉人钱新良和被害人于三花都不会游泳，他们想要从下水村到达杀人现场，必须要绕过这个远于5公里的浮桥，再折返大约3公里才能到达小树林。我们查了气象记录，案发那一周持续高温，温度高达35度到37度。湿度超过60%，闷热的像个大蒸笼，你这对谁都难受啊。那我想问的就是，与上诉人谈了离婚又大吵了一架的于三花，到底是什么理由让他心甘情愿顶着酷暑与上诉人走了那么远的距离呢？据一审公诉人所说，钱新良甚至还带着一把菜刀当凶器。可钱新良整个夏天惯常穿着是普通裤子和蓝色的的确良衬衣。那这把长320毫米、重400多克的宽背菜刀，他藏哪儿了呢？还有他为了抛尸准备的3条尿素带，就那么拎着吗？不奇怪吗？不可疑吗？不可笑吗？难道于三花就感觉不到蹊跷，感觉不到危险吗？你胡说！你是受了昧心钱了，我闺女就是他杀的。好，听起。先别说了，注意法定纪律啊。接着说吧。好，就算钱新良巧舌如滑，骗了于三花，他把刀、把袋子都藏得天衣无缝。那我们来算算时间。10月中旬，凉风习习，我一个健康的男人，快速走了16公里，不停留，不作案，总共花了3个半小时。注意啊，我说的是理想的天气，理想的状态。于三花那天穿的可是半高跟皮凉鞋啊，加上杀人、分尸、抛尸所有的工序，需要的时间合理估计至少要5个半小时。而且我们有证据证明，钱新良在案发那几天因为足底挖鸡眼而感染，行走困难，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鸡眼啊？鸡眼就是足部与辩护人，不要展开描述性的解释，说重点。好的，审判长，重点就是我模拟他生命的状态的步数又重新走了一次，加上作案时间，全程总共需要9个半小时。有证人证实，于三花是下午2点前后进入到下水村，就算他脚不离地，立刻跟钱贤良走了。钱贤良干完所有的事儿，瘸着腿摸着黑回到村子，最少要晚上11点以后。但是多人证实，案发那几天，钱贤良晚上6、7点就在村口打牌，根本就不具备作案的时间。更何况，死者身份鉴定本身也存在疑问。他胡说，他胡说呀，他胡说呀！青天大老爷，你们不能听他胡说呀！法警，我闺女就上他把家属带离法庭。别紧张，不是，你们尽力理解一个当母亲的心情吧。审判长，我们不说话了，我们相信法律的公正，我保证不说话了，不说话了。辩护人，请继续。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今天我们在这里审理的是一件杀人案。上诉人在一审的时候已经被判了死刑了，可以说现在他的生命就攥在台上3位的手里。死刑作为刑法中最严厉的刑罚，它直接以国家的名义结束一个人的生命，所以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在死刑的案件中，我们不能满足于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凿，而是要做到事实确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排除掉一切合理的怀疑。那本案达到这样的标准了吗？各位都是经验丰富的法律人，如果在事实证据模糊不清的情况下，我们判上诉人死刑，那我们将如何自处？又如何对得住头顶上这个国徽？你们俩说一下各自的意见吧。证据是有些问题，今天辩护人提交的新的证据也很有利。要是按示意图所示的话，钱新良是没有办法完成作案的。搭车有没有可能呢？他自己开着手扶拖拉机呢，骑着自行车带着于三花呢？要是有这些交通工具，菜刀、3个尿素袋，还有最重要的时间问题，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但是没有证据证明他用过呀，那也不能排除他用了。哎，你们觉得这个案子有没有可能判他无罪？无罪，影响这么大的案子，我是觉得他的可能性很大。可能性？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确定性。但是还是有存疑的地方。万一，我是说万一啊，判错了，那我们可就没有退路了。我建议留点余地。准备开庭吧。本院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但量刑不当。本院判决如下：撤销滨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滨刑出自第239号刑事判决。上诉人钱新良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本判决为终审判决。现在闭庭。
这不起码保住一条人命吗？咱这也算阶段性胜利了，是吧？乐哥，你这次挺棒的，以后可以独立辩护。那不行啊，你不在我心里没底呀，你得在呀。我老了，一罪从轻到一罪从无，一字之差，还不知道蹉跎多少年呢。我是怕。你老啥呀？不是，你怎么还能没信心呢？那你不干了，那我也不干了呀！我不就喜欢你那屡败屡战的劲儿吗？我上大学，我就是因为看你当律师，我才想当律师的呀！你怎么能说这话呢？我是真怕我见不到那一天。你啥见不到的？那不有我呢吗？咱俩就一起看呗。干啥呀？你起来！你不说你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吗？你起来，你乐观乐观。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钱你挣不着，净说这丧气话呢？怎么？谢谢。不客气。什么不客气？高兴回复，应该的。